东宫选妃前，我被人下毒，在小巷尸身给护卫段明。我以为他对我有恩，任命下嫁段家。婚后我扶他功成名就，受封大将军那日，竟有乞丐找上门，大言不惭。我才是夫人的头号情郎！你放狗屁！那天沈家小姐分明是老子出力最多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段明，快让人把这些满口喷粪的疯子赶走，杀了他们！赶走？夫人，他们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呀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在小巷里欺辱你的根本不是我，而是这3个打架的乞丐。我不过是算准时间去捡了个尸，没想到沈家这块肥肉就这么白送到了我嘴里。段明，我要杀了你！若有来生，我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这是东宫选妃前的那一晚，我没死。不好，是仙人迷。这药一旦发作，神仙都会沦为欲望的奴隶。我必须走，绝不能像前世那样瘫在这里等段明来捡尸。大哥，听说沈家那千金今晚就在这儿，哥几个有福了。不能停，沈清之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那庭院带上困住了他，认真爱过的人要怎么放下？是太子裴渊，原来前世他也在这里受药性折磨，原来那晚并不是他。如果今夜一定要失去什么，至少我要自己选。你是谁？滚开！这就是权势滔天的太子裴渊。放肆！你是谁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认识姑？狡猾！与我在宫宴上分明见过。你是哪来的歹人，还敢冒充太子？你欺负我就算了，还顶着我最喜欢的太子殿下的名义。殿下，属下终于找到你了。喂，别哭了，我真是太子，他们可以作证。你才不是！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风神俊朗，怎么会像你这样一脸浪荡？他是我的盖世英雄，才不是你这种登徒子。这是东宫令牌，这下你走心了吧？这位却是姑娘口中英明神武、风神俊朗的盖世英雄，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要杀了我吗？也被下药了。果然，他看出那是宫里的仙人银了。殿下放心，臣女虽仰慕你，却不敢肖想东宫。昨夜之事，我谁都不会说，殿下不必为难。不能让太子看出我有半点留恋，否则在他眼里，我只会沦为投怀送抱的俗套猎物。只有让他主动来找我，这局棋才算活了。大小姐，属下终于找到您了。属下情急之下失了分寸，那是为了救命啊！属下真心爱慕小姐，求家主成全。属下愿娶小姐为正妻，一生护她周全。你一个小小护卫，竟敢坏我沈家门风！你说什么？昨夜是你？小姐忘了吗？昨夜您中了情毒，见到属下就往怀里钻，生生唤着属下的名字。
小姐，您右边肩膀上是不是有一颗红痣？昨夜缠绵时，属下看得清清楚楚，此生难忘小姐风姿。若您不嫁我，这京城上下恐怕都会知道沈家千金的风姿了。老爷，夫人，小姐昨夜确实是中了一种诡异的情毒，如果不能及时疏解，必会血液倒流而亡。前世也是如此，这府医早已被段明收买。我爹娘生性仁厚，竟真信了这救命之恩。所以段明对你的确是救命之恩。只要能保住小姐名声，属下愿以死谢罪。青芝，事已至此，你也不能怪段明，认命吧。此事街上已经传开，名声坏了。嫁给段明，便说你们早有婚约，至少名正言顺。爹爹再去东宫告罪，太子仁厚，想必不会苛责。若不如此，便是你在选妃前与护卫偷情苟合，与礼法不合，更是挑衅东宫，蔑视储君，是欺君重罪，要诛九族的。小姐，为了九族考虑，只能委屈你下嫁给我了。爹娘所言，句句在理。小姐，属下当真是无心之失。小姐如果生气，就给属下一刀，属下绝不反抗。段护卫，大夫都说了，你对青芝有救命之恩，我怎舍得杀救命恩人呢？不过段郎，我要罚你几板子，你认不认？段明愿意受罚，只要小姐能消气。段明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玩死心塌地的戏码，本小姐就陪你玩个大的。小姐，不是打板子吗？为何让段明这样躺着？因为青芝要亲自给段郎点教训啊！你方才不是说给你一刀你也愿意受着吗？哟，新鲜的太监！这只看家护院的狗敢来攀咬主人家清白，坏沈清之的名声，这就是下场。你这个脏了身子的贱人！你才是脏东西！果然有华阴公主的眼线，去吧，去报信，沈清之等你们自投罗网。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段明被人拖走了，地上只留下一滩血。接下来的数日，京城舆论沸沸扬扬。沈家千金被玷污了，还敢阉人？依我看，这就是卸磨杀驴，该一段白绫吊死才能成全体面。那姓段的护卫真乃无辈楷模，区区下人尝到了首富独女，就算被阉了，他也算赚到了。该被绞死的另有其人。是太子让你来的，殿下让姑娘保重身体。太子让我来是怕你寻死，如今看姑娘这等红润饱满的气色，便知这道坎儿姑娘能越得过去。贞洁不过是世人强加的枷锁，我要做的是挣开这重枷锁，而不是在枷锁之上再给自己加一段白绫。姑娘想得开极好，只是可怜那林家小姐受辱后回来便被亲族骂污了门楣，活活吊死了。太子殿下可还有说什么？除了叮嘱你好好养伤，倒没有其他话。狗男人，吃干抹净倒是挺沉得住气。既如此，那我也没什么话好说。芝儿，你告诉娘亲，那爷到底是谁？娘，我的确被人破了身子，但那人绝对不是段明。那究竟是谁？你被何人下药，何人玷污，都不肯细说。芝儿，你要告诉爹娘，好让我们给你谋条生路啊！夫人小姐，不好了，华阴公主奉驾到府，段明也跟着回来了。娘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一切答案。那个男人，今天也一定会上门来认的。这件事情闹到皇宫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年里10日前宫宴上那一杯酒，想必就是你赏的仙人饮。公主，沈清之选妃前与我在小巷私会偷情，败露后竟对我下毒手，他想欺瞒东宫，欺瞒圣上，快诛杀他9族，为我做主啊！
沈清之，你可知罪？被人陷害下药，青之也是受害者。敢问公主，青之何罪之有？本宫不管其中的弯弯绕绕，选妃前你与男人苟活私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光这一点，本公主就能治你死罪。要么任命下嫁段明，本公主亲自主持婚事；要么一脖子吊死，以权贞洁体面。公主开恩，段明如今已是太监，如何能够婚娶啊？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也可以对食啊，只是少了床笫间的乐趣，要辛苦沈小姐忍一忍了。沈清之，你断我子孙根，下半辈子轮到你来服侍我了。我不嫁。段明的卖身契还在我沈家手里。大启律法规定，奴仆有错，主人家可自行责罚，有大过者不必经府衙，内宅即可杖杀。就算有你公主府作保，我也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沈清之，你敢违抗本公主命令？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提醒公主，大启律法乃历朝先祖所定，公主不该违背祖先之意，否则只怕落人口舌。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巧嘴！既然你不肯嫁，那就选第二条路。你自己也承认那晚已经失身，按大启律法，选妃前秀女失贞，等同蔑视皇室。父皇也亲口说过，女子失贞该以白绫自觉以示贞烈。前世就是这段白绫，差点断了沈家的生路。段明，送你家小姐一程。小姐何等清高啊，还不是落到我手里了？不把你的脖子勒断，我就不姓段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怀孕了！怀孕又如何？你以为本公主会可怜你一尸两命吗？有了野种就更该死！我腹中不是野种，是皇室子孙。你说什么？公主不是想知道那晚是谁动的我吗？那晚与我共度良宵的是太子殿下，是当朝储君裴渊。你疯了！沈清之，你这个疯女人，竟敢影响太子殿下！那晚明明是我碰了你，你怎么敢撒这种弥天大谎？这条狗前世咬了我一辈子，如今不过是临死前的最后几声吠叫罢了。沈清之，你为了活命真是连脸都不要了。怀孕，本宫倒想问问，那晚到今日满打满算不过10天，哪家的太医能诊出来？你撒谎！来人，把随行的太医给本宫带上来。本宫倒要看看这沈家千金的肚子里到底有没有什么皇室血脉。哼，给他诊脉。本宫倒要看看这欺君罔上的罪名，他要怎么担。沈姑娘，请伸手。裴渊，你一定要来，这是我此生最后的赌注，也是我改命的唯一机会。谁让你们动他的？是裴渊，他终究还是来了。还真怀了，姑的孩子，谁敢动？裴渊，你疯了！10天根本不可能诊出喜脉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商户女，竟敢欺瞒父皇！皇姐这话就不对了，姑的遗属，太高院院判都要进3分，有没有皇嗣，姑比谁都清。倒是皇姐，宫宴之上，姑与沈小姐双双被人下药，这件事，皇姐就没什么要解释的。东宫选妃是父皇钦定的国事，皇姐一而再再而三的插手，甚至安排人下药构陷姑的太子妃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还是说，皇姐觉得这东宫的主人该由你们来定？这一世
我总算没有下错注，我的救星终究是来了。不是的，太子殿下被这个妖女骗了。那晚碰他的就算不是我，也是3个街边的秦。段明，这一切是你欠我沈家满门的命。姑的选妃之事，皇姐最好安分些，不要再插手，否则姑这柄剑不介意再添一笔。皇姐，当心刀剑无情。陈夫妇，谢太子殿下护女之恩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事。前世毁我一生的恶梦，终于付诸。这一世，我要的不仅是活着。青芝，这一世我定许你一世安宁。芝芝，你这出欲擒故纵的戏码演的倒是不错。殿下说笑了，臣女不懂殿下的意思。不懂。柴房里，你明明认得姑，却偏偏装不认识，哭着喊着说姑是登徒子，转头就扔下这枚刻着闺名的玉佩，生怕姑找不到你，不是吗？是，殿下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哦，你就不怕姑治你个欺君之罪？你就不怕姑治你个欺君之罪？殿下不会，我被华阴公主下药，险些被乞丐玷污，被段明冒认恩情逼婚，甚至差点被一段白绫逼死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华阴公主，而她做这一切针对的从来都不是我，是殿下您。她要毁了殿下看重的人，要给他的人铺路，要插手东宫选妃，动摇您的储君之位。我算计您，是我走投无路之下唯一的生路。沈清之，你果然和别的女子不一样，够聪明，够大胆，也够坦荡。那你就不怕姑就算知道了这些，也依旧会治你的罪？殿下不会，因为比起一个被人摆布的棋子，殿下更需要一个能和您并肩对敌的盟友。盟友？沈清之，你倒是敢想，敢这么跟姑谈条件的，你是第一个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我了解殿下的处境，也没有我敢和殿下站在同一条船上。3日后东宫选妃大典，你必须到场。殿下，臣女名声狼藉，怕是会给殿下惹来非议。姑指定的太子妃，谁敢有非议？姑会让他们知道，你沈清之是姑护着的人。拿着这个，3日之内，京城没人敢动你和沈家分毫。东宫侍卫会守在沈府门外。您明明知道我算计您，为什么还要帮我？那一夜，如果不是你扑过来，扑到姑怀里的，只会是华阴公主安排的人。与其是别人，不如是你沈清之。姑也需要一个人，和姑一起，把藏在暗处的鬼全都揪出来。3日后，记得准时来东宫，别让姑等你。芝儿，这是真的，太子殿下真的要立你为太子妃。爹娘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。这个华阴公主，还有段明那个狗贼，真是欺人太甚。我的芝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怎么不早跟爹娘说？爹娘都过去了，如今太子殿下站在我们这边，前路已经定了。3日后的选妃大典，就是我们沈家彻底翻身的日子。
今日叫你们来，没别的事。段明死了，可他在神府安插的人还活着，自己站出来，打20板子赶出去。等我亲自动手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张管家，段明私下送你白银300两，你家小姐每日行踪悉数报给他，可有此事？小姐饶命，是段明逼我的，他拿我全家性命要挟。王妈妈，你收了一对金镯子，在小姐茶里下安神散，方便段明潜入，可有此事？李账房，你帮段明做假账，转移沈家5000两纹银，可有此事？所有勾结者搜身查抄，打40板子卖去远矿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反抗者直接杖毙。药已备好，务必让沈清之失身于乞丐，再由你出面冒恩，借沈家财力动摇东宫。华阴公主，前世你设计坑害我，这一世这些信便是送你上断头台的催命符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握住了对付华阴公主的第一把刀。李太医客气了，快请进。您能来，我真是求之不得。沈姑娘，我今日来，一是奉太子殿下之命为姑娘复诊，二是替殿下给姑娘带几句话。姑娘之前中了仙人银，亏了精血，腿上更有自残的伤，需好生调养。殿下已查到那批西域进贡的药，当年确实是圣上赏给了华阴公主。果然，华阴公主才是前世害我沈家满门的元凶。殿下还说让姑娘放宽心，有她在，没人能再伤姑娘分毫。他最怕的是姑娘像前世那样想不开寻短见。前世？李太医，殿下怎会知道前世的事？殿下这些年总做同一个梦，梦里姑娘被段明蒙蔽，落得家破人亡，而殿下也落了个自刎而亡的结局。原来他也在那场噩梦里，难怪那日他会说我才是他的救星。殿下说这一世他绝不会让梦里的事再发生一遍。前几日林家小姐被山匪掳走一夜，回来便悬梁自尽了。人没了，亲族还在骂她死得太晚，污了门楣。姑娘是第一个敢扯碎这贞洁枷锁的人，往后有殿下护着你，有我帮着你，没人能再逼你办反。多谢李太医，往后还请太医多多照拂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千金为了上位，故意勾引太子怀了野种，真是祸国殃民的妖女，丢尽了世家脸面。沈清之，滚出来见我！沈家没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子孙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丢尽了百年脸面。今日你要么用这白绫全了体面，要么我们送你上路，再去向太子请罪，说沈家管教不严。三老太爷，我倒是想问问，我犯了什么错，要我用命去赔？婚前失贞，与人苟合，这难道还不算大错？我被人陷害，何错之有？段明吃里扒外，华阴公主残害无辜，你们不敢放半个屁，反倒来逼我这个受害者去死。女子失贞，本就该以死明志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规矩？老祖宗的规矩是让你们逼死自家姑娘，去成全施暴者的体面吗？太子爷钦定的太子妃，你们也敢逼死？今日你们敢拿白绫进门，明日殿下就敢去皇上面前问我，沈家是不是要藐视储君，欺君罔上？拿去烧了。
往后沈家上下谁再敢提白灵，提以死明志，直接打出去。这一世，我要撕碎的不仅是我身上的枷锁。裴渊，一命换一命。那年春日宴，我们见过的。不要，裴渊，不要死！这个梦太真实了，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我，前世裴渊过得有多惨。前世裴渊娶了林南雪，可孩子全是畸形夭折，太医说是先天不足。不对。华阴公主恨透了元德帝，林南雪是华阴公主安排在裴渊身边的毒药。前世的悲剧根源在于华阴公主的疯狂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裴渊再重蹈覆辙。林南雪，华阴公主，既然你们想要地狱，那沈清之便送你们一程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撕碎自己的枷锁，更要保住裴渊的命，保住这大齐的未来。把这个亲手送到东宫，交给太子殿下，切记不能让任何人看到，更不能落入旁人手里。属下定不辱命。我在信里写了华阴公主与国公府的勾结，还有林南雪的身世。裴渊，你会信我吗？殿下，信里都是真的，你也梦到了？不是梦，是我亲身经历的前世。沈家灭门，段明背叛，你自刎的细节我都记得。原来那不是臆想，是真真切切的前世。青芝，苦了你了。华阴送林南雪入东宫，是要让你受毒药折磨，他这是要让你生不如死。青芝，谢谢你这一世扑到我怀里，前世未能护你，今生我不举，一起救出贱人，血债血偿。命运绑定，便斗个你死我活。元德帝虽然昏聩，但权术玩得极好。他一边用孤定定边境，一边又用国公府和华阴公主来制衡孤，生怕孤一家独大。太子党、国公府世家派、中立宗室，殿下这太子位做得当真凶险。华阴公主看透了元德帝的忌惮，只要他不触碰底线，元德帝就会纵容他来对付孤。那宫宴下药的事，元德帝是否也知情？应该不会，他再忌惮孤，也不会用仙人银这种下三滥手段，那会败坏东宫声誉，动摇国本。这件事大概是华阴钻了元德帝忌惮孤的空子。国公府手握兵权，又有皇上纵容，直接动手必会打草惊蛇，所以不能急。选妃大典就是最好的机会，华阴公主一定会再次出手，只要她露出马脚，孤便能将国公府一网打尽。而且孤现在有沈清之了，沈家3代皇商，遍布大齐的人脉与商路，是国公府比不了的。他们的银钱往来，终究瞒不过沈家的眼睛。殿下放心，沈家掌控大齐半数盐铁丝绸生意，3日之内一定将他们这些年的账目查得清清楚楚。好，孤信沈清之。今日叫各位来，办成了沈家百年无忧，办砸了满门抄斩。这是国公府与华阴公主名下的所有产业，我要你们彻查近10年银钱流向，尤其是私购军械、招兵买马的证据。小姐放心，边境的田庄我亲自去查，一个铜板的流水也别想漏下。多谢各位，此事事关储君，若出意外，我沈清之一力承担。每年上百万两白银流向京郊别院，
国公府，华阴公主，你们这不是勾结，这是要翻天！青芝，怎么样了？殿下，都查清楚了，国公府私养私兵，勾结北狄，证据全在这里。好一个国公府，竟敢背着姑做出这等勾当！多亏了你，没有你，姑不可能这么快拿到他们的死穴。殿下，这只是开始，选妃大典就在今日，华阴公主和林南雪一定会在今日使出最后杀招。放心，姑已布好局，今日他们赶来，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回公主，那3个乞丐已妥善安置，只等选妃大典冲出指证，京城流言也已布好。今日只要沈清之敢踏入东宫，百姓的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他。沈清之这贱人，毁我全盘计划，竟还敢勾搭上裴渊，本宫今日定要他身败名裂。原本让乞丐玷污他，让林南雪救裴渊，这太子妃位本该是本宫掌中之物，谁知他竟敢直接扑进裴渊怀里。公主，万一太子殿下执意护着他，我们的计划，裴渊再护他，也不能不顾皇室脸面。3个乞丐当众指证他苟合，宗室和百官绝不会答应让一个被乞丐玷污的商户女入主东宫。南雪，你记住了。南雪，你记住了。若抓不住今日，你这辈子就只是国公府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永远被人踩在脚下。南雪明白，今日我一定要让沈清之身败名裂，永不翻身。不仅要毁了他，还要动摇裴渊的储君位。你给我咬死！那晚和裴渊在一起的是你，沈清之是冒名顶替。老王爷和朝中大臣已受本宫安排，届时他们会为你作证，裴渊不认也得认。南雪死也会咬定此事。去吧，东宫大典快开始了，本宫倒要看看沈清之那个贱人今天要怎么死。选妃大典开始后，让那3个乞丐按计划行事，把事情闹大。本宫要让全天下知道，裴渊看上的女人是个被乞丐玷污的荡妇。林南雪今年18岁，15年前她3岁。不对，密报上说林南雪刚出生就被抱到别院，并非3岁才去。华阴公主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林南雪不仅像画中人，更像原……好狠的心，她要彻底毁了大齐的根基。小姐，神父到了。芝儿，快进来，选妃的礼服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回来换上呢。爹娘，我这就去。华阴公主，你想让我身败名裂，今日咱们新仇旧恨便一起算，看看身败名裂的究竟是谁。让你们盯着的那3个乞丐怎么样了？回沈小姐，公主府的人一直把他们养在京郊破庙，方才已被带进京，正往东宫方向去了。他们身上的花柳病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大夫偷偷看过，疹子已经很明显，传染性极强。继续盯着，就让他们去东宫，让他们亲手把自己送上绝路。芝儿，那3人今日要去东宫闹场，太危险了，要不咱们别去了吧？娘，前世他们毁了我，这一世他们只会毁了他们自己。今日我必须去，为了沈家，也为了殿下。我的芝儿真好看，娘做梦都没想到你能成为太子妃。这一世
我手握利刃，心有铠甲，再也不会任人宰割。沈小姐，今日场面混乱，这安神丸含在嘴里，可稳住心神。多谢李太医，姑娘放心，殿下都安排好了，只要那3个乞丐敢露面，我就能当场证实他们身带恶疾。李太医，花柳病的传染是否只要有亲密接触，就绝对瞒不住，绝无可能。只要有过接触，身上必出一模一样的红疹。好，林南雪既然想顶替我，那就让他把这份大礼也一并收下。走，去东宫。前世的债，今生的仇，今日一并算清。是华叶公主，把她绑了，带到东宫交给殿下。诺。该来的终于来了。快去看，国公府千金穿嫁衣跳城楼了！听说沈家千金冒名顶替了人家，林小姐要以死明志呢。沈姑娘，这一定是华阴公主的圈套，属下去处理，您万不可涉险。她既然想闹，我就陪她闹闹。我要是不去，反倒显得我心虚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林南雪才是那晚在小巷救了殿下的人，是沈清之冒名顶替抢走一切，他骗了殿下，骗了全天下。少妇女果然手脚不干净，连人家的救命之恩都敢抢，逼死人了！沈清之，你还有脸站在这儿？沈清之，你敢不敢当众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一生？林南雪，你口口声声说那晚在一起的是你，那我问你，太子殿下身上有一道旧剑伤，你可知这道伤在何处，有何特征？想演戏，我陪你演到底，看你的命够不够硬。我当然知道，那道伤在殿下的右胸，伤得很深，是平定北狄时留下的。我看了之后心疼了好久。放肆！殿下当年平定北狄身中3箭，唯留的一道旧伤在左胸心口处。你连殿下的剑伤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还敢妄言共度良宵，原来是个满嘴胡言的骗子！我记错了，天太黑是左胸，对，是左胸心口。哦，记错了。那我再问你，那道伤有多长多宽，缝了几针，疤痕是什么形状？穿着嫁衣演戏，真是丢尽了国公府的脸！林南雪，你费尽心机以死相逼，求的不是名节，而是不属于你的权势。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谈名节？沈姑娘，陛下有口谕，请您与林小姐一同前往东宫，陛下亲自过问此事。臣女遵旨。这就是撒谎的国公府小姐，真是丢人。啊，是太子妃来了。只要裴渊在，沈清之就什么都不怕。臣女沈清之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臣女林南雪参见陛下，求陛下为臣女做主。都起来吧！
今日大典乱象死生，一个闹着跳城楼，一个被人当街刺杀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儿臣觉得此事皆是沈清之的错，他欺君罔上，冒名顶替，南雪才是那晚和皇帝在一起的人。沈清之不仅毁了南雪明知，更是玷污皇室颜面。沈清之，你可知罪？沈清之，你可知罪？公主此言差矣，臣女与太子殿下之事，殿下早已亲口承认。倒是林小姐连殿下伤疤在何处都说不清，到底是谁在欺君？陛下，臣女没有撒谎，是沈清之血口喷人。够了，太子，你来说，那晚和你在一起的人到底是谁？回父皇，那晚与儿臣在一起的人是沈清之，儿臣早已认定沈清之就是儿臣此生唯一的太子妃。父皇，皇帝是被妖女蒙蔽了。陛下，太子殿下三思，沈清之一介商户女，名声狼藉，不配入主东宫。父皇，儿臣有人证，能证明沈清之说的全是响话。传，把人带上来。是他们，前世毁了沈清之一生的3个畜生。你们3个老实交代，认不认识这位沈姑娘？和她是什么关系？如实回话。回公主，认识，熟得很。沈小姐，10几天前在小巷里，我们哥仨那天晚上的事儿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攀上高枝就忘了旧情人，真是薄情啊！荒唐！简直是皇室之耻！父皇，这就是皇帝执意要立的太子妃，与乞丐苟合，谎称皇嗣，这种不洁女子怎配入主东宫？陛下，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妖女，求陛下严惩！呼吸，好困难，难道又要像前世那样被钉在耻辱柱上吗？放肆！谁敢再对孤的太子妃出言不逊，格杀勿论！皇姐，带3个身份不明的烂人闯入大典污蔑太子妃，你是何居心？还是说这3人本就是你刻意安排的？皇帝，我是不想你被蒙蔽，失了清白，天下人悠悠众口，你堵得住吗？孤的太子妃轮不到一群畜生来污蔑。你们以为用前世的招数就能再毁了我一次？太天真了！今日我就要让你们还有你们背后的华阴公主一起下地狱！你们说10几天前的那个晚上，在小巷里和我在一起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哥仨。沈小姐，那晚的滋味，我们哥仨到现在都忘不了呢。你就算攀上了高枝，也不能忘了老相好啊！就是，太子殿下，您可别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她早就被我们哥仨看透了。陛下，此等不知廉耻的女子，绝不能入东宫，请陛下下旨赐死。沈清之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，你给朕老实交代。你们说那晚和我在一起，那你们可记得我身上有什么特征？比如胎记或者疤痕？沈小姐身上光溜溜的，哪有什么胎记疤痕？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我们哥仨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是吗？陛下，臣女这里有太医院里长女医的诊脉记录，还有验身文书。臣女的身体除了腿上自刺的2道保清醒的疤痕，再无其他伤痕，更没有他们口中所说被侵犯的痕迹。太医院众太医皆可作证。父皇，验身文书可以造假，她一介商户女，有的是钱买通太医造假。公主的意思是，太医院众太医院判，甚至太子殿下都在陪着臣女欺君罔上吗？你们以为这就完了？这只是开始，真正能让你们万劫不复的证据还在后面。贱人，你毁了我们的活路，我杀了你！别怕，千枝，别怕。
没事了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分毫。姑说过，谁敢动太子妃，格杀勿论。把这3个刺客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等等，父皇不能杀，杀了他们就死无对证了。皇帝这是要杀人灭口。太子，住手！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不能杀人。父皇，他们行刺太子妃，难道还要留着他们继续喷粪吗？太子，你一味护着他，到底是真的信他，还是心里有鬼？殿下，别生气，我没事。既然有人想查个水落石出，那沈清之便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铁证如山。陛下，臣女想问太子殿下几个问题，还请陛下恩准。准。殿下精通医理，臣女想请问何为花柳斑，有何特性？花柳斑俗称花柳病，此乃恶疾，通过亲密接触传染，生红疹脓疮。凡与染病者亲近者，10有8九被传染，绝无例外。那请殿下看，这3人身上的红疹可是花柳斑？没错，已入膏肓，传染性极强。各位大人，你们听到了，只要和他们亲近，定会染上红疹。他们说那晚把我侵犯了，那请问，为何我身上没有半分被传染的痕迹？为何我肌肤光洁如新？你撒谎！你肯定是提前治好了。治好？李太医，你告诉他们，这病10几天能否治得不留痕迹？回陛下，绝无可能在10天内彻底痊愈，且不留半分痕迹。沈姑娘脉象平和，绝无染病迹象。太恶毒了！竟找染病的乞丐来污蔑重臣之女，这3个乞丐满口谎言，幕后之人真是其心可诛。华阴公主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你欠我的，今日一并讨还。林小姐，别急着发抖，接下来该轮到你解释了。林南雪，你口口声声说那晚小巷之中与太子殿下相伴之人是你，你还扬言我冒名顶替，肆意毁坏你的名节。如今3名乞丐的谎言已尽数揭穿，我倒想问你，你与华阴公主究竟是何关系？为何捏造谎言污蔑我与殿下？我没有，我从未与公主共谋撒谎。那晚之人确实是我，是旁人说谎，与我毫无关系。是吗？那我问你，那晚小巷之内，除却太子殿下，你还遇见过何人？你答不上来，那我便替你道出真相。那晚你受华阴公主指使前去寻殿下，未果，你途中偶遇3名恶疾乞丐，此事绝非虚假。你胡说！你凭空捏造，你血口喷人！你胡说！你凭空捏造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胡说？那你为何入殿以来终日谨捂衣领？为何刻意遮掩手腕，不肯外露？为何乞丐入殿之时，你第一反应便是扭头干呕？林南雪，你敢当众挽起衣袖，让众人查验你身上是否存有与乞丐相同的花柳斑？陛下，臣女恳请陛下派遣宫女为林小姐验身，以证真伪。恳请陛下恩准，查验真相，以正视听。来人，即刻将其带往偏殿验身。放开我！公主，救我！华阴公主，你的所有底牌已尽数被我撕碎，你所做的一切，皆要付出血泪代价。回陛下，奴婢们已验过林小姐全身，其手臂、脖颈、身上均布满花柳斑，与那3名乞丐如出一辙。原来真正被玷污的是他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那晚你前去寻找太子殿下，未曾找到人影，反倒撞上公主提前安排的乞丐。那些乞丐被人下药收了好处，见你孤身一人，便临时起了歹心，对不对？是你，都是你，华阴，是你害了我！是你让我去小巷找殿下。你说
只要我成为太子妃，便能一步登天做人上人。是你找来的乞丐，是你亲手毁了我的清白，毁了我的余生！你这个蛇蝎毒妇！你疯了，林南雪！你满口胡言，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宫宴之上暗中下药之人不是你，收买乞丐污蔑旁人不是你，这一切的算计，不就是为了彻底毁掉太子殿下吗？你从来都是把我当成复仇的棋子，让我嫁给太子，根本就是为了日后伺机给他下毒。你从未真心待我半分，自始至终，我都只是你复仇的工具。你华阴，他所言之事可是真的？你这卑贱庶女，竟敢当众污蔑本宫！沈清之，都是你这个贱人毁了本宫的计划，本宫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！陛下，臣女这有段明生前留下的与公主的往来信件。华阴，你竟敢指使段明陷害重臣之女，动摇东宫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？父皇，儿臣冤枉，那些信都是沈清之伪造的。伪造？公主，你恨陛下恨入骨髓，做这一切，不过是为了毁掉大齐最看重的太子。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陛下痛苦的？沈清之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给朕住口！18年前，您在别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就是陛下，您敢认吗？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贱人给朕拖下去，打入天牢，立刻处死！既然都被这小丫头看穿了，父皇，咱们这场戏也该唱完了吧？他说的没错，林南雪就是我。华阴，你给朕住口！你疯了！我疯了！父皇，是你亲手把我推进地狱的，18年了，你难道全都忘了吗？闭嘴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的嘴堵上，拖下去永世禁足！定下律法，逼失贞女自尽，可你怎么不自己吊死？原来我是个笑话！在这肮脏的大殿里，只有裴渊的怀抱是唯一干净温暖的地方。元德，你以为把我拖下去就能堵住所有人的嘴了吗？所有人都说你是慈父，可你……原来华阴也是受害者。你定律法，逼失贞女自尽，你怎么不信？贱人，朕杀了你！父皇，住手！逆子，他在妖言惑众，败坏皇名，你还要护着他？儿臣不是护他，儿臣只是不想父皇在满朝文武面前做出更失体面的丑事。皇帝，是皇姐对不起你，我一直针对沈清之，想让林南雪嫁给你害你，可我不后悔，我就是要毁掉你最看重的一切，让你这个伪善的东西尝尝活在地狱的滋味。陛下晕倒了，快传太医！传国口谕，送父皇回寝宫静养，封锁消息。将林南雪关押至东宫偏殿，派重兵把守，严禁自尽。别怕，秦之，秦之，都过去了。裴渊，这一世
我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做了很多年的梦，每一个梦都真实的可怕。梦里我娶了林南雪，看着孩子一个个出生又夭折，却查不出死因。我戎马一生，却被在饮食里日日下毒。最后的雨夜，我才知道这一生是多么荒唐。那把剑割断喉咙时的冰冷，我至今都记得。都过去了，裴月，这一世我们赢了，那些悲剧再也不会发生了。谢谢你，青池。谢谢你这一世扑进了我的怀里，把我从那个噩梦里拉了出来。裴月，不是我一个人救了你，是我们互相救了彼此。青枝，委屈你了。今日在大殿上让你受了惊吓，还要为我直面那些畜生，勾起了前世的创伤。我不委屈，比起前世那段白绫，今日这点惊吓算不了什么。何况有裴渊在，青枝什么都不怕。青枝，你知道吗？在梦里，姑无数次见过你。见过我？那年春日宴上，你站在桃花树下，那一眼，姑就记住你了。难怪前世选妃名单会有我的名字。华阴公主杀我，是因为她看穿了裴渊对我的特别。那前世，你为什么没有帮我？因为梦里的姑太懦弱，姑被父皇掣肘，被朝堂琐事缠身，姑甚至不知道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等姑察觉你家破人亡，一切都晚了。青枝，对不起，前世是姑没能护住你。不怪你，前世我们都困在命运里，身不由己。但这一世，你护住青枝了，你一直是我的救星。青枝，今日的大典虽有变故，但姑的心意从未变过。你沈青枝是姑此生唯一认定的太子妃。废物！这养着你们，连皇家的脸面都护不住。沈青枝，这个女人知道的太多了，留不得。传朕旨意，给沈青枝送一碗安神汤，务必让她安稳睡去，再也醒不过来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。让她进来。儿臣听说父皇要给儿臣的太子妃送安神汤。放肆！真的是，何时轮到你过问了？沈青枝是儿臣唯一认定的妻子。父皇若动他一根头发，儿臣不敢保证国公府别院那些旧事会不会传遍大齐每一座城池。侄儿，你撞破了皇室密勋，元德帝定不会放过你，不如你随商队去江南避避。爹娘，我不能走，我若一走，沈家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皇帝第一个要清算的就是你们。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你涉险啊！娘，我有底气。太子殿下到！别怕，有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青枝知道。全甲军听令，彻夜守卫沈府，擅闯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你想做什么？谋反吗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想和父皇算一笔账。这是15年前华阴公主在别院的医案，上面记着她不是养病。父皇，要不要请太医院院判来给您讲讲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儿臣要一道圣旨，册封皇商沈家独女沈青枝为太子正妃，3日后行册封大典，昭告天下。不可能，她名声尽毁，婚前失贞，朕若准了，皇室颜面何在？父皇，您能做出那些事，还有脸在乎天下人的笑话？大起兵权7成在姑手，文武百官8成为姑侍从。您下旨，您依旧是皇储，龌龊事烂在肚子里。您若不肯，那天下人很快就会知道，坐在龙椅上的是个道貌岸然的禽兽。到时，您看您保不保得住这龙椅？懿旨，朕准了，册封沈青枝为太子正妃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
你别晃了，晃得我眼晕。咱们芝儿总算苦尽甘来了。圣旨到，沈家接旨，册封皇商沈家独女沈清之为太子正妃，则即日行册封大典，昭告天下，钦此。臣女沈清之接旨，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恭喜太子妃娘娘，贺喜娘娘，沈家祖上有德啊！夫人，太子妃娘娘大喜啊！前世你们逼我死，今生你们跪我生。娘娘真美，殿下见了，定然挪不开眼。前世我跪在白灵前，今生我站在凤冠下，只因在那小巷里，我抓住了我的救星。别怕，跟着我。我裴渊，此生为沈清之一人为妻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沈芝芝，这下你再也跑不掉了。我从来没想过跑。娘娘，您这几日总是嗜睡，吃什么都犯恶心，还是让李太医瞧瞧吧。嘘，李太医，可是我身体出了岔子，臣女恭贺太子妃娘娘，娘娘已有1月余身孕，龙胎安康，乃是实打实的皇嗣。之前被公主逼至绝路的谎言，竟然成真了。什么事能让姑高兴疯了？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李承玉，娘娘怎么了？殿下大喜，娘娘也有身孕，您要当父亲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娘娘怀孕了。芝芝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你听，他在呢。姑要当父亲了，沈芝芝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传姑口谕，东宫上下月前翻倍，御膳房时刻待命，太医院轮流值守。若娘娘有半分不适，唯你们试问。遵殿下口谕。才1个多月，听不到什么的。姑能听到，他是在说他很喜欢娘亲，也很喜欢爹爹。这一世，我一定护好这个孩子，护好我们的家，绝不让悲剧重演。别怕，有姑在。如今我已上岸，可那个同样被华阴公主操控一生的林南雪，想必正活在地狱里。婉翠，备车，去国公府。年里，我今日不找麻烦，只是来看看林南雪，她人在哪儿？那孽障被关在后院柴房里，他没脸见人，不敢出来。开门。太子妃娘娘大驾光临，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看我这阴沟里的败类如何凄惨！所有人退下。林南雪，我只是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我4岁洗全府的衣服，被骂野种，被下人欺辱。12岁华阴公主给了我第1件新裙子，我把它当成唯一的光。她让我下药，让我跳城楼，我拼了命报恩，可到头来只是想利用我报复那个男人。前世我们是死敌，这一世才知，你我皆是那毒妇掌心的可怜虫。你看，他
他们都觉得我该死，国公府嫌我丢脸，世人骂我蛇蝎，我都失了清白，何该吊死在这里成全所谓的体面？沈清之，你心里定也是这么看我的吧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，该被这段白莲绞死的从来不是你，而是那些作恶的施害者。被当棋子不是你的错，被畜生玷污更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华阴，是那个逼受害者去死的世道。可我已经脏了，这见不得人的病，让我怎么抬得起头？脏的是恶人的心，不是你的身子。女子的贞洁从来不在裙下，前世裴渊救我时说过的话，今日我赎还给另一个陷在深渊里的姑娘。可这病是治不好的。能治好。太子妃娘娘，这有一张神方，曾经有相同病症的姑娘1年便痊愈如初。拿着这张方子，若国公府不给药，你便持此令牌去京城任何一家药铺去，账算在东宫头上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当初那么害你。同为女子，为何不帮？我拉你一把，这世间就少一个被白灵逼死的姑娘。我不寻死了，我要活着，看着那些害我的人得到报应。大理寺连夜定案，那3名污蔑太子妃、玷污林南雪的乞丐，今日行刑。臣女林南雪见过太子妃娘娘。上车吧，带你去见证他们的了结。我知道你怕，但唯有亲眼看着他们断气，你心里的刺才能真正拔出来。时辰到，醒醒！娘娘，我看到了，他们死了，我的仇报了。信封里是5000两银票，你拿着。娘娘，您救我性命，我岂能再贪您的银钱？这不是赠，是借，等以后日子好了再还我。我只希望你有底气去过想过的生活，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，不用再寄人篱下。娘娘大恩，臣女此生没齿难忘。你只要好好活着，活得开心，活得自在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。姑娘，这是公主让老奴交给您的，是她这一辈子的私产。她这一生，终究也是个从未被爱过的可怜人。娘娘，臣女今日是来辞行的。京城虽好，却满是伤疤，我想去江南重新开始。好，江南山清水秀，最是养人。本宫准了，持此玉佩，江南沈家商号任你调用。若遇难处，沈清之便是你的退路。娘娘救命之恩，林南雪没齿难忘。若有来生，定当牛做马报答。不用来生，这一世你要为自己活得精彩。林南雪终于摆脱了枷锁，我也该去走我的路了。
爹爹抱，阿瑶要举高高。娘娘，殿下可是出了名的宠妻灭妾，哦，不是独宠您一人，连后宫的门都没踏过。在说我什么坏话呢？说我宠你，那是大实话。娘亲，爹爹刚才举得好高，阿瑶超勇敢的。今日朝城，国公府告老还乡了，华阴最后的羽翼姑也拔干净了。那华阴公主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关在别院，翻不起浪了。他一生悲苦，罪魁祸首是元德帝。等时机到了，姑会给他个体面。芝芝，谢谢你给了姑一个家，把姑从前世的噩梦里拉了出来。你是我的救星，我也救了你。我们本就该生死与共。不中用了，这江山以后交给你了。父皇言重。殿下，陛下刚下密旨，要赐死京郊别院的华阴公主。拦下传旨的人，无辜命令，谁动华阴，格杀勿论。他怕了，怕死后名声毁在华阴手里。东宫禁军接管宫禁，交给你，收好大旗。礼部尚书，拟诏：皇帝重病，传位于太子裴渊，即日起，孤监国，总揽朝政。从此刻起，后宫门禁由东宫接管，严查出入，违令者斩。裴渊，你既然布好了局，后宫这块阵地，青枝定替你守得铁桶一般。姑要给华阴一个亲手复仇的机会，而我会送他一个应得的结局。公主，东宫来人了，说是太子妃给您带了东西。娘娘说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能否把握，全看公主。3日后寅时，锦德殿守卫换班，你要的机会，我给你。沈清之，竟是你给了我最后的救赎。何人深夜入宫？东宫奉命为陛下送急煎药。放那儿吧，等陛下醒了再说。元德，这一刻我等了20年。元德，你定律法说失贞女该用白绫全了体面，今日便用这白绫全了您的体面。我杀了他，我终于杀了这个畜生！
沈清之两清了。接管景德殿，封口。多谢皇帝，多谢太子妃，了了这一生执念，华阴死而无憾。姑不是为了你，他欠你的，欠大齐的，该还。是啊，还了。但我这一生算计无数，唯一欠了你们二位一份人情。沈清之，当年下药算计，毁你名节，对不起，恩怨已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活了30年，困在这深宫20年，现在我终于自由了。京郊别院姑给你留着，京郊别院姑给你留着。你想安度余生，或是远走高飞，姑绝不拦你。从今往后，不会有人再提起当年的事。殿下仁厚，大齐在你手里会迎来真正的盛世。他这一生终归是苦，苦的是元德帝给的，罪魁祸首已死，旧时代的账该封存了。接下来的路你会更忙吧？只要你在姑身边，这江山，姑定能守得四海升平。殿下，两位小主子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京郊那边传来消息，华阴公主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今日早晨，走得很安详，脸上上没半分痛苦。她留了遗书，求一把火烧了，将骨灰撒进江里，不入皇陵。姑已下旨。他被困了一辈子，如今终于自由了。华阴不入史册，不立碑传，这是他要的清净。在想什么？还在为华阴难过？不是难过，是唏嘘。他这一生被仇恨广挟，到最后大仇得报，却也没了活着的念想。阿姨，你还有我，芝芝，姑向你保证，以后这世间会少一些像华阴、像你、像林南雪这样的女子。姑会改了那吃人的律法，撕了这束缚女子的贞洁枷锁。姑要让天下女子都能堂堂正正的活着。青之信殿下。娘娘真美，奴婢就知道娘娘会有今天。从您当年阉了段明那一刻，奴婢就知道您绝非池中之物。前世我死在那个肮脏的高台，碎骨无存；今生我戴上这凤冠，母仪天下，两世福神，竟真如大梦一场。娘娘，时辰已到，启驾太和殿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朕此生为皇后沈氏一人，后宫之中永不设妃嫔，永不纳秀女。此生此世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皇冠戴了。前世我被世道践踏，今生你许我独一无二的偏爱。裴渊，这大启江山，我陪你一起守。
写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写得极好，该被白灵绞死的，从来不是受害者。陛下，这可是要挑战1000年的规矩，你不怕满朝文武反对？朕是皇帝，这天下朕说了算。谁敢盯着女子裙下枉过人命，朕就让他摘了乌纱帽回家种地。陛下，皇后谕旨为祸乱礼教啊！礼教，逼死无辜女子叫礼教。礼教，逼死无辜女子叫礼教。这道谕旨，只有执行，没有反对。谁再说半个不字，立刻免职。大启皇帝诏曰：自今日起，天下女子皆可读书科考，营商从医，堂堂正正，立于天地之间。从今日起，大启女子皆可堂堂正正的活。芝芝，你看，这江山终于干净了。陛下，我们开创的盛世才刚刚开始。那一晚扑进你怀里，是我两世最正确的决断。遇见你，是顾一生的救赎。